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6日。咁喺97年前咧，西方嘅一啲嘅財經雜誌咧就話 Hong Kong is over， 香港玩完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佢哋當時嘅擔憂就並冇發生啦。因為喺1997年嘅時候，西方有啲人就認為一國兩制唔會真正落實㗎，一兩年內就會睇到真章㗎啦。咁但係結果97年至2020年，香港嘅一國兩制雖然話有好多磨難、好多挫折，但係大抵都係喺國際上咧都被認可嘅喎。從幾點去睇到啦？維港每年都仲有6·4嘅燭光晚會啊，大家都大嗌口號嘅喎，一齊唱個自由花，唱個血染的風采嘅喎，呢樣嘢就證明到一國兩制係通行無阻啦。咁啊，加上呢啲媒體啦，係嘛，全世界嘅一啲嘅媒體，無論你咩政治立場啦，喺香港都可以即係如常地採訪，如常地咧去收集資料嘅喎。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就係一國兩制嘅一個記號嚟噶嘛。反對派嘅媒體《蘋果日報》啊，喺香港哇最頭號暢銷嘅報章嚟喎。咁呢個都係一國兩制啊成功落實嘅一個標誌嚟噶。咁所以一國兩制喺97年嘅時候咧，就並冇好似西方人啲預想咁係破產喎冇。咁但係香港衰落論咧就一直揮之不去嘅。有邊一啲人傳出嚟咧？主要係大陸人傳出嚟嘅。喺03年沙士之後咧，香港衰落論咧就好流行啦，因為香港咧就經歷過97年嘅金融風暴啊，99年嘅科網股爆破，03年嘅沙士，香港經濟一落千丈喎，所以咧當時有啲人就話要不是我們你們完蛋啊，就開始流行啦，自由行啦 ，CEPA 呢啲惠港政策或者係雙非嘅移民投資者嘅移民，就係透過咧大陸咧先能夠咧養活到香港嘅。而每隔幾個月咧就話大陸邊啲省市嘅 GDP 超越過香港啦，咁人哋人口眾多啊嘛，深圳人口都比香港多1倍以上啦，話 GDP 超過香港其實好正常噶，但係不斷咁渲染呢啲嘢咧，所以咧香港玩完論咧，大陸咧就好流行嘅，加上有啲人認為咧呢個香港人憑乜嘢唔使服兵役啊，憑乜嘢唔使上繳稅去中央喂，我喺大陸教書咧，啲學生咧扮都要去即係做幾個禮拜呢個所謂嘅服兵役噶嘛，香港唔需要喎，咁唔公平咯。咁所以咧近年咧大陸亦都流行咧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論呢種講法。咁我認為咧 Hong Kong is over， 而家咧羅奇咧就係作為30幾年嘅中國大好友，佢近1-2年咧就改變咗睇法，認為 Hong Kong is over。佢認為 Hong Kong is over嘅主要原因係乜嘢咧？中美關係個惡化啦，以前香港咧係遊走中西之間，你從香港呢個名 Hong Kong 你就知道啦，佢係一個廣府話，有啲人話佢係客家話圍頭話嚟嘅，咁就係翻譯咗出嚟，就唔係香港喎，係 Hong Kong 喎，咁呢個說明咗咧就係中西遊走嘅一個特色嚟噶嘛，作為英國殖民地就係一個中西嘅橋樑嚟嘅，咁但係隨住呢個嘅中國同西方嘅關係徹底決裂啦。香港咧亦都要堅定不移咁站喺中央嘅角度去睇問題，咁所以 Hong Kong is over 呢個咪叫結構性嘅改變咯。咁我覺得係有道理嘅，而呢個嘅香港亦都有信心嘅危機，啲人移民走咗啦，留喺度嘅唔願意消費，躺平，寧願翻大陸消費，去山姆百貨、去 Costco、去日本都唔喺香港消費，所以咧2024年4月份零售業咧斷崖式下跌14%啊！咁我有啲親友咧，喺香港咧，佢話俾我知咧，哇，街上咧係好疏落啊，地鐵度咧好多位坐喎。當時復活節期間，好似農曆新年嘅光景咁樣啦。咁當然我唔清楚啦，你哋話俾我知啦。所以咧，羅奇話 Hong Kong is over。咁而葉劉咧之前話你好耐冇嚟香港啦，佢話我舊年先嚟香港幾次咋。咁而家咧佢人正在香港，喺香港講呢番說話，咁呢個都係有啲意思嘅。咁但係我唔同意咧。我唔完全同意啦 Hong Kong is over 呢種講法，我認為 Hong Kong is over 可能係真嘅，但係 Hong Kong is over， 香港 still here。呢個咩意思咧？即係以前香港作為一個西方嘅東方城市 is over， 呢個係事實嚟噶啦，但香港仲喺度，而留喺香港嘅朋友咧都冇問題嘅，點解啊？因為咧而家即使咧財赤咁嚴重，千幾億咁樣每年財赤。但係公務員仲可以加薪3%喎，而公務員嘅人工、教師嘅人工、醫護嘅人工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噶啦，香港咁所以比新加坡仲要高噶嘛？呢啲行業比起
歐美啊仲要高好多啦，比英國又高好多。咁所以你話 Hong Kong is over 啫，但係香港 still here， 所以你留喺香港咧，你嘅人工，你從事頭先呢啲行業咧，你平均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高嘅，而且仲可以加薪3%添。財赤期間，如果你係啲高級公務員仲好啊，係咪？人工咧高，福利好喎，又有退休保障喎。咁所以你話香港玩完啫，但係佢哋仍然係得益者，而且呢個故事仲可以延續落去嘅，因為財赤佢仲可以捱多5-6年嘅。咁你所以5-6年或者捱多10年8年啦，財赤後可能佢收緊，咁但係佢人工仲係偏高噶嘛，即使收緊咗仲係會偏高嘅喎。咁所以未來10年咧，你留港嘅人咧都係有着數嘅。其實即係移民咧，你始終係要大風大浪啊嘛，重新開始啊嘛。咁但係留喺度，你起碼你就先繼續享受咗個高工資先，然後繼續可以外地旅遊。咁呢個係對好多人嚟講何樂而不為咧？咁但係問題咧，羅奇講 Hong Kong is over。就觸動咗好多人嘅神經啦。陳茂波咧就撰文反駁，佢話不時有啲人咧唱衰呢個嘅香港咁唱淡香港。客觀事實同數據都顯示咧，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不斷鞏固啊。佢反駁㗎，話香港嘅 GDP 咧3%啊，世界上好多國家都冇啊，英國0.5%啫嘛。呢個香港3點幾喎，中國5點幾喎。咁所以 Hong Kong is over 咧完全冇可能係中國5點幾。咁但係失業率高呢個嘅南美樓多躺平咁呢啲問題咧都係互相矛盾嘅，同經濟數據無論如何都好啦，香港嘅 GDP 高咧，我之前已經考證過啦，係同呢個出口業咧大幅增長係有關係因為中國嘅高科技啦、電動車啦需要透過香港出口，咁所以咧呢個同佢拉動有關係。但係對一般人咧個影響係點？我哋睇實際數據啦。因為政府就反駁，佢就拿啲數據出來去反駁呢個文匯報咧就話香港玩完論應該玩完啦。點解佢特別咧講咗話好多公司嚟香港設分部英國有48間，美國有34間英國佔咗13%，美國9%啦。整體增長咧好高27%，所以由此可見啦，絕冇可能香港玩完啦，玩完你英國、美國啲企業點解會嚟佢講呢番說話有道理但係咧我就做考證啦，我作為一個研究經濟史嘅人，我最中意考證啦。睇下呢個國際金融中心係咩回事咧？國際金融中心咧，以呢個嘅2018年為例2018年咧創業板當時咧仲可以咧係5061 million 嘅集資嘅。5061 million 呢個 Hong Kong dollar 所以港元，咁但係去到2020年咧，話已經斷崖式下跌得翻10% 咧，然後21年咧，即係離晒譜10% 都冇得翻1% 左右嘅啫，然後22年、23年0蚊冇人喺創業板度再集資新股啦。個原因係乜嘢？有啲人話當然因為創業板老千股好多，自己做衰自己命，呢個可能係部分事實啦。另外部分事實就係新興企業喺香港做唔掂咯，或者係大陸做得掂都唔嚟香港上市，有其他更好嘅地方上市咯，吸引力下降。所以國際金融中心遺址論咧，如果用創業板嚟講真係成為咗遺址嘅。但係如果用主板嚟講，仲未係成為遺址。我認為佢係遺址化啫，就唔係遺址。遺址已經死咗，創業板就已經死咗啦。咁但係遺址化咧，就係要一個長時間嘅即係我叫做器官衰竭式嘅發展。長時間嘅，咁但係都仲有喺度，爛船始終有3根釘。你睇下2018年2019年所謂香港最動盪嘅時期話嗰個主板集資咧都好犀利嘅，IPO 係咪係講緊2019年係講緊幾多係講緊7位數字，呢個以8萬 million 計係270幾萬嘅 million 嘅集資嘅，呢個係好厲害去到2023咧，得翻1字頭嘅165萬嘅 million 嘅集資額，呢個低好多。咁從呢個國際金融中心遺址論，你見到咧大不如前咧，呢個係事實啦。所以唔係話陳茂波咧如何去吹噓咧就可以解決到嘅。呢個係第一個數據同大家睇到啦。第二個數據咧，頭先佢好主力推噶嘛，佢話唔係，我哋而家公司咧越開越多喎。咁我查一查啦。佢公司越開越多，呢個嘅政府統計處嘅資料咧，話如果用母公司咧，主要嘅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同埋當地辦事處，你睇到香港咧
整體嚟講咧係多咗嘅，公司總數啊，整體嚟講係多咗嘅。2019年咧，譬如話呢個出口貿易咧有3311間，2023年咧係3826間。你睇到整體佢多咗，因為咧呢度計晒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同埋當地辦事處。咁咧，所以我就話香港 is over 啦，Hong Kong is over 唔係真嘅，而事實上就係咩 ？Hong Kong is downgrade。點解咧？你睇到啦，因為咧如果純粹睇地方總部咧，就斷崖式下跌。所以頭先大公報咧，或者政府引用嘅數據咧，就話香港辦事處越嚟越多，係以前我哋係地區總部，而家咧就執咗個地區總部，搬咗去新加坡，有啲就搬翻去倫敦，有啲就搬去上海，地區總部就消失咗啦。但係咧就變成咗咧分部，變成咗咧有幾個呢個嘅工作點。咁所以咧理論上你睇到好似有增長喎，實際上係downgrade緊嘅。你從呢個地區總部睇啦，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咧，2019年啊，所謂黑暴時期有418間，如今咧得翻587間，哇，少咗都幾十間啦，係咪？製造業哇，以前咧係491間，而家426間。咁啊，呢啲都唔係啲咩嘢嘅。金融銀行業咧，哇，即係證券啊、銀行咧，2019年咧就有268間嘅香港金融中心咧。2019年係高峰嚟噶，即係香港所謂最動盪、最亂嘅時期咧，原來係近年高峰嚟嘅。而家得翻240間啫，好多金融或者銀行啦執咗啦。之前我就講過啦，係咪啊？呢個嘅澳洲銀行啦，或者係奧地利啊、挪威啊嗰啲銀行就搬咗新加坡，將香港嘅總部搬咗去新加坡。咁所以呢啲就係實際嘅情況嚟嘅。咁然後咧呢個嘅專業商用同埋教育服務啦。19年嘅時候170間嘅，而家137間總部啫。咁啊，啲西方勢力啊，學英文啊嗰啲就執咗笠啦，有啲咧就搬咗新加坡咯。咁啊，尤其是啲專業服務律師樓啦，好多都係執咗啦。咁啊，運輸以前咧就105間，19年嘅時候，而家97間。咁啊，資訊科技業咧犀利嘅，19年嘅時候100間，好穩定啊。以前不嬲都100間嘅，咁啊而家咧77間。哇！資訊科技業咧，嗰啲科技巨頭都搬走啦。即使咧未搬走嘅咧，我同 Google 咧，同埋呢個 YouTube 成日都開會噶嘛。佢哋而家同我開會嗰啲人都唔喺香港啦，而家喺台灣、喺新加坡啦。因為香港個 office 咧就細咗好多，就大部分嘅工作人員咧都搬咗去新加坡同搬咗去台灣。咁第一係平啲，第二就安全啲。建造業以前都係48間，而家得翻41間。地產業啊犀利啊！以前作為香港咧係全球嘅總部咧，或者亞太總部咧，有39間，而家得27間嘅。人類保健服務同埋自然科學幾好啊！以前27間，而家26間，冇乜點進步，但係中間咧多咗幾間嘅。疫情期間幾間，而家又執埋笠啦嗰幾間。咁犀利啊！出版咧傳媒咧出版咧，以前就48間噶，哇！而家咧搬走咗啦，嗰啲 Wall Street Journal 啊。自由亞洲啊，嗰啲搬咗去新加坡啦，搬咗去台灣啊。保險業，哇，金融中心啊，保險業啊，以前有34間，而家得23間啫。食肆酒店業以前有20間，而家得16間。電信業以前有24間，而家得15間。哇，表演創作咧12間。高峰期咧2020年啊有16間，但係咧隨住眾所周知嘅原因咧，啲創作表現咧嗰個氣氛咧大不如前喎。跌到得翻10間嘅喎，舊年有8間，開多咗2間嘅，可能係大陸嗰啲創作劇團啊嚟啦。反正咧以亞洲總部咧去睇咧就跌咗好多啦。所以咧大公報、文匯報或者係陳茂波講話唔係，香港咧多咗好多人嚟投資，係多咗好多分部嚟投資。即係以前可能係總部請100幾十人嘅，而家咪可能香港、九龍、新界咪各開咗一個分部咯，每度3-4個人咯。而家個 case 係咁咯，所以你睇數據好似升咗27%，實際上係downgrading嚟嘅。呢個係呢個係第二個數據，又係統計處啦。第三個統計處個數據咧，又同大家計數咯。呢個咧就係對一般人咧最大影響噶啦，因為頭先嗰啲高端行業唔係話請好多人嘅啫，佢哋金額係大，金融業啊，但係請好多人嘅咧就係嗰啲零售業啊、商鋪啦。話你睇睇啊，呢個咧。以呢個嘅8萬美元去計咧，食品啊、飲酒同埋呢個煙草咧，係眾多嘅 item 裏邊咧，
唯一一個升嘅，就可能同加煙草稅有關啦。2018年咧嘅係4607嘅 million 港元，而家咧係5294 million 港元。咁咧即係當年咧係冇咁貴啦啲煙仔。咁我以前後生都食煙啦，我食煙嘅時候好似11蚊、13蚊一包煙嘅啫嘛。我戒煙嘅時候30幾蚊一包啦。咁啊而家喂就加到成即係咪接近100蚊啊？我都唔清楚幾多錢一包煙啦。咁但係真係要戒煙啊！戒煙係身體之後好好多嘅啊！大家相信我。咁啊係煙酒咧係唯一一個零售業咧係升喎，其他行業咧斷崖式下跌嘅。啊，你睇下有咩行業係斷崖式下跌？衣服啊，以前咧2018年咧，哇係12018 million， 而家咧係6327 million。喂，即係香港人唔再買衫咯，單 grade 消費喎，起碼唔買啲名牌啦，或者係大陸嘅遊客以前嚟買名牌，而家咧廣東道咧係咪門可羅雀啊，冇乜人排隊啊？咁呢個係一個因素啦。本地人咧要買衫去日本買啦，而家 yen 咁平係咪？何必咧？係咪香港人好中意日本牌子噶嘛？買 Commandi 嘅梳幾過癮啊嘛，日本或者買啲歐美牌子都平噶，買 NSB 都平噶，買 Gucci、Chanel 都平噶喎，日本。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衣服咧跌咗1倍啊，接近犀利啦。然後家電咧啲人咧而家家電都翻大陸買咯，買小米喎，係咪買美的喎？喂，買聯想喎，2018年咧3747嘅 million， 而家咧1906 million， 或者係斷崖式下跌啊！香港嘅零售業。咁啊，然後啦，藥品咧、化妝咧，同埋梳洗用品，哇！以前咧莎莎卓越咧排晒隊噶嘛，而家冇乜人啊。而家咧就係18年咧16781嘅 million， 如今咧9851嘅 million。呢個 to be fair， 而家係比疫情時期好一啲，因為真係有翻自由行客嚟始終香港買化妝品咧，買呢個護膚品咧，仲係有少少吸引力嘅。咁但係我去台灣咧，我就幫我太太買咗好多啦去日本咧亦都會買好多，新加坡咧都買好多，因為因為亞洲人咧喺英國買嗰啲品牌咧，我太太又話好似唔係好適合佢喎，嗰啲護膚品咁所以喺亞洲咧，喺台灣、喺新加坡嘅時候，我就買好多亞洲品牌，韓國日本嘅品牌，咁嗰啲好啲嘅。咁所以喺香港買咧，始終有啲吸引力。但係鐘錶業咧，鐘錶首飾名貴禮品嚟香港以前即係整翻隻伯爵江詩丹頓平平地都買隻撈啦，係咪啊？以前咧就係有2453嘅喺18年嘅時候。咁即使你話所謂黑暴時期都1932啊，如今咧我真係陰公啦，得翻927啫，927係1/3左右嘅啫喎。咁所以呢個真係坎坷。咁然後啦，旅行、體育用品同埋呢個家庭用品咧，以及其他即係家品嗰啲咧，以前係7176個 million 嘅18年嘅時期。咁如今咧4931，呢啲咧就係本地人買為主嘅旅行用品，即係好少遊客嚟買旅行用品啊嘛。咁我哋本地人，咁呢個都證明到節衣縮食啦，香港人降級消費超級市場咧，超級市場真係翻咗山冇百貨買喎，係咪啊？你睇到疫情嘅時期咧，其實係幾好喎疫情時期仲好過18、19年嘅超市，因為去唔到周圍旅行，你咪留多時間喺香港，你梗係會買多啲嘢啦。但係疫情通關由疫情時期22年嘅7179個 million 跌到所以而家最新數據係03年所以23年就5942個 million。比起18年咧，仲比起19年仲係要差啲喎，真係慘啊！真係比19年仲要差啲，因為咧呢幾年通脹咧貴咗好多啲嘢，其實，但係而家嘅銷售額竟然係比起19年、18年嘅時候仲要低，咁即係說明咩？就係而家嘅經濟比18、19年嘅時候咧，仲係差好多咁呢個係一個客觀事實。喂，所以政府要反駁 Hong Kong is over 咧，佢用數據咧就發覺全盤數據咧都係不利於香港嘅佢淨係講嘅結論俾你睇，話好華麗喎，今日要破帳就破咗陳茂波同埋大公文匯報嘅帳，但係我重申我唔認同咧呢個香港崩潰，我不嬲都唔認同嘅，正如中國崩潰論我都唔認同嘅咁我認為呢個係結構性轉型，香港由 Hong Kong story 變成香港故事。咁但係留港嘅人咧仲係有啲着數嘅
因為出去大風大浪啊嘛。你只要願意犧牲自由，忍氣吞聲啦，然後經濟上都仲有好處嘅。因為人工始終係比國際高，係嘛？香港啲中學教師、小學教師人工比起英國嘅大學教授都仲要高。香港大學教授一份人工等於2個英國大學教授嘅人工啦，以上添啊，仲要係。咁所以仲要稅後咧，稅後香港啊更加着數咯。咁所以從種種嚟睇咧，香港如果純粹講經濟咧，仲可以有5-6年咧嗰個光輝嘅。咁但係隨住財赤，咁每年以千幾億、幾百億咁樣財赤落去咧，呢5-6年後咧就一定會調整嘅。咁但係調整嚟都佢可以發債嘅，仲有好多功夫啊，仲可以私有化啲嘢啦，郵政局啊嗰啲仲可以私有化嘅。所以捱起上嚟都可能仲有10年8年捱啊！只要南海台海唔打仗咧，都仲有。如果南海台海打仗，咪一夜回到解放前啊嘛，大陸好興咁講啊嘛，我就唔中意咁講嘅，因為解放前嘅經濟其實唔錯嘅，排除咗打仗。如果打仗嘅話，一夜回到大躍進，咁啊可能合理一啲啊。好 ，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呢個破障啦。琴日咧就係破障破咗王毅喎，王毅話中國從不干涉別國內政喎，我就利用咗咧大量嘅呢個柬埔寨嘅嗰啲資料，就說明咗咧佢哋係深入介入呢個柬埔寨嘅內政喎，協助柬埔寨共產黨即係赤柬咧推翻呢個嘅當地嘅政府，建立一個共產政權，仲喺個當地咧進行大規模嘅人道災難添嘅。咁anyway 未睇嘅可以撳一撳琴日條影片睇，多謝大家。今日講到呢度啦，咁而家大陸經濟咧都係險峻嘅，咁所以咧我上個禮拜就拍咗條影片，就西方媒體有幾多媒體引述咗條影片噶啦，就係講呢個嘅以舊換新啊。習近平咧希望救經濟，就要以舊換新，鼓勵啲人用舊樓換新樓啦，用舊電器、舊車換新嘅。咁我覺得呢條橋都唔錯嘅，但係佢開始捉到重點啦，有啲嘢咧。真係換新係會好啲嘅，以舊換新，其實我覺得只要換咗一樣嘢就解決到大部分問題。如果換咗一大嚿嘢咧，就大部分問題都解決到啦。Anyway，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喜歡，拜拜。